这就让印度从政府到民间陷入了一种从宁可饿死到真香的循环。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它的名字叫做羡慕嫉妒恨都挡不住真香。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说中国和印度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2021年前11个月就达到了1142.63亿美元，其中印度对华出口263.58亿美元，同比增长 38.5%， 印度从中国进口879.05亿美元，同比增长 49%。 按理说呢，这是个挺好的贸易形势，但是印度方面不但不高兴，还对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发起了一轮新的调查，理由是涉嫌偷税。从1962年边境冲突失败开始，印度对中国就产生了强烈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如果没有中国多好印度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里表现相当好的一个，不但实现了国家独立，还拥有了规模庞大的军队，自己发射了火箭和卫星，还成功的研制出了核武器，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还算不错。但是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文化艺术成就却让印度相形见绌。在21世纪之前呢，中国的出口产业还不算非常的强大，商品的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效应并不突出，而且主要销往欧美市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民族产业迅速的发展壮大，不但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而且出现了大批驰名世界的品牌。中国制造已经在很多方面达到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的质量。在很多行业里中国制造几乎是采购商们唯一的选择。这个问题是印度无法回避的，因为印度本身经济实力不强，国民购买力非常有限。当然，印度的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也不低要想满足印度市场的需求，中国产品是最合适不过的。这就让印度从政府到民间陷入了一种从宁可饿死到真香的循环。在中国制造当中，手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印度被英国殖民多年，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多少都能用英文进行交流，这就让他们可以使用西方的社交媒体，主要是推特。我们在推特上可以看到不计其数的印度的推主在喋喋不休地发表自己对政治、外交和生活的看法，其中包括现任的印度总理莫迪本人。但印度呢是个电力供应不稳定的国家，要想连续的上网，台式电脑就不如手机。而印度自己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手机品牌在印度，人们最常用的就是中国的小米和 OPPO 之类。应该说，中国手机为印度人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也让印度政府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制造业先进到了什么程度。印度政府原本就对中国羡慕嫉妒恨，眼看着中国手机大量的占据印度的市场，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对中国在印度的手机企业发动税务稽查，就是这种不正常心理的反应。其实呢，中国手机在印度起到的作用可能远远要超过市场占有率、税务之类的表面现象。印度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手机的普及让印度年轻人能够轻松上网，通过社交媒体认识世界。当他们发现世界是如此的精彩，这反过来会刺激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尽一切可能购买先进、时髦、有范儿的东西，促进了印度从中国的进口。真香是没有人能够抗拒的。只要印度政府没有发疯，中印贸易还会继续增长，因为毕竟大家都要吃饭。但是这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警示，印度不是美国，印度既没有全球性的铸币权，也没有能力大量的开发自然资源来偿还债务。印度没有能力长期大量持续稳定的购买中国的产品。如果我们国内的企业为了印度市场投入太多的资源，一旦印度买家破产或者是不能付款，损失就大了。所以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还是要有风险意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